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高清版。这是单机的投掷野蛮人的流程，给大家看一下装备吧。有一些呢是遗产，毕竟这已经是我第5个角色了吧。投掷野蛮人初期的话不是非常好练，因为他每扔出去一下都是在扔钱，都是在撒币。把金币给撒没了，也就没有武器可以用了。而且呢，初期的这些投掷的道具，我感觉数量上不太够，因为上一个角色我练的是亚马逊，亚马逊的弓箭350一捆，他这个呢，现在双持，扔一次就是2发，那双手拿满了呢，也就260发，扔130次就没了。你或者修，或者换新的，像平衡斧这种武器都比较贵，白版的还4000呢，4000多。咱们才打到第2章，你能有多少钱可以撒？触发了这个火环，炸一下真的好疼。如果双手拿着平衡斧修一次，大概也要2-3千。扔光了之后修一次也要2-3千。长棍。那我现在唯一的优势呢，就是我继承了之前角色的一些道具装备可以。很多从第1个角色开始看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比如说什么破骨这种，就是属于祖传了。用了3-4个角色了，小弟都是在用破骨。整理一下可以投掷的东西。这个斧子扔得很慢，其实飞斧扔得慢，攻击力还不高。比较理想的是平衡斧，目前来讲比较理想的是平衡斧，因为它的攻击力很高。飞斧要差一个级。那我现在如果升级了加点呢，我倾向于加力量了，加到个60多点吧，因为我想起了我之前有一套西钢可以穿，穿的话衣服、腰带还有手套都可以，因为鞋现在是一个雪脚，头盔呢有野蛮人特有的技能加成的，所以就不带西钢的。看这些4000一个，如果你有钱，你可以多买一点，这样用完了就扔，你也不用回城来修了，可以打得快一点。但如果钱少呢，你就扔完了正副手都装备好，买4个，扔完了之后就回来修，反正修一次也3000多，不便宜。扔歪了，确实投掷类道具的瞄准的手感和弓箭不大一样。那咱们打的是普通难度，要比噩梦和地狱第2章多了一个环节，就是去拿盒子，盒子在死亡之殿。这斧子的射程也是有限的，没有弓箭那么远。但如果命中的话，它的单发伤害还是比较高。想要问加点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。我级别现在大概15级。远程如果遇到比较硬的怪，就只能放风筝的打法。级别的话，每次攻完1章之后，我自己会稍微练一下。
找死亡之殿找不到。下一章咱们就可以刷一个 TP 的杖了。有了 TP 杖之后呢，一些地方的传送会方便一点，对跑路也有利。现在看战斗力还可以，很多小伙伴担心在地狱的时候遇到大量的物免怪怎么办？之前看亚马逊的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了，就是你的武器上起码会有一些元素伤害的，利用元素伤害来蹭，或者干脆就不打。咱们的技能加的顺序啊是有顺序的，因为单机呢你是一点一点发育起来的，你不只要考虑你最后这个角色成型是什么样子，你还要考虑中间整个流程当中你的技能怎么加，对人物的实力提升很平滑，或者呢在早期就获得一个重大的伤害的优势。所以说加点的顺序呢，我倾向于先加支配投掷，然后是双手挥击，然后是双手投掷，然后才是骂街那两个技能。先加的就是战斗体质了，它吼血，最后加的是吼防。其他被动系的呢，咱们就加一点，包括增加防御力、自然抗性。哇，这里给了2个黄金，哎，放不下了。先捡盒子，回去整备一下。还能卖多少钱？哦，这把杖卖了6300，还不错。2个孔，我镶不起啊。有盒子了，身上的地方越来越挤。好，那装备上看看有没有好的，倾向于修一修，在外边赶路的时候呢，买一点刺激的装备。对，像这种700-800块钱，扔光了不心疼。虫洞了。野蛮人跑虫洞还可以，你如果后面没刷到 TP 杖，你还可以跳跃呢，把跳跃呢也加一点，尤其在第3章和第4章的时候，好处是比较大的。一些沟直接跳过去，就省着 TP 了，因为 TP 一次还是挺贵的。野蛮人本身往出撒币就很费钱了。2层，这次找的还挺顺利，去找3层。我这小弟啊，我要说他2句了。他是不是没明确我是一个远程英雄？好吧，需要他顶在前面的。我虽然是个野蛮人，但是咱们玩的是远程玩法，他才是那个 T。他可能心里没有数。好多，现在成了我既是输出，我也是 T。那他干嘛呀？打酱油。鹿角拿着，鹿角搞出一些技能可以卖出比较多的钱。这里好多虫蛋。3层了，3层的话比较好探，向北，一路向北。你想向西也行。
这个通道就比较像了，应该是我看见宝箱，里边好多虫子，我小弟又不知道哪去了。他现在在前面顶该多好。就是我雇佣他是干嘛的，他可能忘了。你看在后面这看热闹。行了 ，BOSS 我也清了，一个小护符。箱子里有个小符是加7%金币的，我就没带。现在打出一摊金币呢，20多、30多，你说加个7%有多少？我不如多带一瓶药呢。加1力量，这也不要。加7%金币，后面有大用啊，打钱的时候有大用，现在没用。看这几件西杠。虫洞下完了，蛇骨。蝮蛇神殿有点难度，科目的难度很高，普通还凑合，但普通最大的咱们弱点就是等级还没有起来，等级装备技能都没起来，人物相对稍弱。一个 LC 这个要捡起来看看。7生命4法力，我的天，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东西了。7生命4法力，不错不错。给咱们加了整整7点生命的上限。打他们的话呢，先拆他老大，那儿有一个飞刀，飞刀的攻击力就更低。我宁愿扔光了回去修理了，我也不拿像飞刀这种武器啊。哦，好多人哦，我的天，这回爽了，小弟都升级了，你看啊，这里还有一个 BOSS。打完这波我容易升级啊，快了，小弟把 BOSS 戳爆了。我有点对不起小弟啊，因为第2章可能无法给他换装备了。我的钱都扔出去了。投掷一次大概20多30左右吧，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。我扔这一次就20、30的金币。感觉这边我已经快跑遍了，我也没找到2层入口。还有清场，还打出个3号。从这儿能看出来，野蛮人的战斗力现在还是比较强的，毕竟皮糙肉厚。走走这边的分支。那这个帽子是我的，看一下，加1狂嚎这个不行。我现在的是加3支配投掷，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。这个不知道我要带多久。哎，我记得我第一个角色是死灵法师，那个时候真的1穷2白，因为他第一个角色开荒的嘛。我在普通难度的第1章捡到了一个盾，一个防虎之手那样的道具。一直用到通关地狱，就是从游戏一开始一直用到通关地狱，整个游戏流程一直带着它，没有比它更好的，简直。可见装备多么匮乏。现在野蛮人还不错呢，前面有4个角色了已经，死灵法师、法师、刺客。还有亚马逊，这已经有4个角色在前面积攒了一些道具，而且那个法师呢是专职的 MF。我要换手了，正手的扔光了，被包围了，有个长棍，所以我不能走啊，挺着。这长棍估计能卖一点银子。
但是单机打装备还是差很多。我的亚马逊从始至终想要一把风之力，到最后也没有。所以这个投掷野蛮人呢，有一点什么元藻之类的就可以了。到后面能有暗金的投掷的武器，我就已经很满足。当然要4个，正副手一共4个，我是双手投掷。有小伙伴说：“大叔，你练这个玩法怎么这么奇怪？”其实还可以，投掷也算是个流派。虽然平时玩的人比较少，但它不是特别的冷。如果说到冷门的话，跟大家说一个有玩投掷扔瓶子的，你想一下，这我比他强多了。我扔的至少还是武器呢，人家扔瓶子。牙皮在哪儿？我教他做人。现在还不到地狱难度，我还能教他。到地狱就开始他教我。砍倒。三叉戟捡不起来了。太远我够不到他。行了，可以把这把仗和了。这里和卓格南也要对一下话，有一个任务就算交了。好，合完，把西刚换上2件，衣服也能换了，有个10%偷取生命，不错。那咱们可以去避难所了。大家看这个地图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又找到最后一条路线啊，上下右我都找了，唯独左边没找，结果就是这边。啊，你想一下吧，前面那3条路线我都走了，我这个图我花了多少时间？感觉半个小时都扔在这里了。那还好，排除法。现在是普通难度，像这种幽魂它还没有什么实体攻击无效的特点，咱们打着还行。如果地狱呢，这里实体攻击无效的比较多，可以考虑用 TP 杖闯过去。感觉快到了。是，就这儿，已经出现了任务提示。召唤者向我扔出了冰风暴，躲一波吧，把他小弟清一清。其实他本人非常的脆，还给我搞迷乱。我坐怀不乱，迷乱有什么用？武器又红了。啊！切副手，太废了，这都是钱。去找古墓了，卡拉夏。我这集有望升了再打毒人。比较理想的呢，就是
杜瑞尔一直在打我小弟，我在后边疯狂的射他。小弟在前面拿枪插他，我在后边疯狂的射。这样杜瑞尔，哦，是这儿，应该是这儿，我看一下。然后这张图我基本上也跑遍了。最后，在整张图中间的一个小角落没有探索，那应该就是这儿，没得跑。大家看我的这个经验条就知道了。我进这个洞之前差一点点升级，现在升完级呢，第2级都要升了，你就可想而知，我在这洞里啊清场了。好的，冲进去，小弟你是 T 啊，拉仇恨，加油吧！这个货有神圣冰冻，哎，冲我来了！小弟戳他呀，戳他，戳他，戳他！这怎么我仇恨值这么高呢？追我追个不停啊！我跟你说，对儿，你不要以为我打不过你，我是野蛮人啊！你虽然是普通的对儿，别以为我干不过你的。来，咱们刚正。我还有紫瓶呢，我怕你吗？和这个溶解药剂没用啊，马上又会被冻住。它这个光环呢是经常冻人的，1秒钟1次。你看我这么多紫瓶呢，刚不过你。好，打完。黄金钉头锤，黄金十字钉。哎，好吧。你给我个黄金平衡斧，我也算是打了一个 BOSS， 对吧？这什么也没有。但装备我不和他们计较，因为毕竟咱们有专职的 MF 的法师，虽然只能提供单机的日用品，但也足够了。东西卖一卖，先要修一下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